攻略失败，被强行剥离宿主时，正逢男主成婚。我飘在半空，沉默地看着他们礼成。他似突然想起，让人喊我前来给正妻敬茶。没人敢动，因为除了他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攻略失败前，我就变得很嗜睡。男主沈燕安拿我试药，只为了救他的白月光。我也曾哭着求他放过我，可惜我嗓子都哭哑了，也没能换来他的一丝怜悯。流水的药碗被端进冷河院，再强硬地灌入我的口鼻。渐渐的，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今日外面有点吵闹，我心里烦闷，倒是没了睡意。侍女夏夏走了进来，还没靠近，我就闻到了浓郁的药味，心中一紧，脱口而出：我不要喝药，我不想在这个世间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在试药。夏夏为难地跪下劝我，带着哭腔：姨娘，王爷说你若不肯喝药，就把院子里的人都打一顿发卖了。我心中难过，沈延安惯来会拿我身边的人做威胁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接过药碗一饮而尽。将药碗递回去，我强忍口中翻涌的苦涩，轻声请求：夏夏，我想见王爷一面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他许久没有说话，只是扶我躺下，为我掖好被角。姨娘，王爷最近忙，你先好好休息，他说忙好了会来看您的。这话半个月来我听了无数遍了，可他一次都没来，我也已经彻底失望。喝了药，我有些困倦，慢慢闭上了眼，脑海中响起系统冰冷的倒计时。攻略任务失败，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。灵魂被强行脱离宿主的那刻，光明也再次降临。我回头看了眼躺在床上脸色雪白的女子，认命地朝外飘去。我没有立刻回去原来世界，而是飘到了王府正堂。这里张灯结彩，红绸高挂，一派喜气洋洋。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沈燕安，她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身穿红色喜服，如玉的容颜更加贵气逼人。原来今天是她娶亲的日子啊！当年她也曾向我许下诺言，要与我十里红妆，可最后只用一顶小轿子将我从侧门接进王府。怨吗？怎能不怨呢？我陪伴她10年，为她出谋划策，为她挡下暗器，更为她沦落风尘，遭人唾弃，最后却只换来她一句：宋嫣，你以为不洁之身，不堪为王府正妃。然后她毫不犹豫，转身求娶了我的死对头，让我彻底沦为满京笑柄。随着奏乐响起，我也随着她接亲的队伍，穿过整座京城，从城南来到城北，在亲眼看着她弯下尊贵的背脊，将新娘珍重地抱入花轿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骤然炸开。她笑着环视一圈，一跃坐上马背，朝着王府的方向缓缓行去。随着距离王府越来越近，她好像整个人变得有些焦躁，随意地挥了挥手，跟在她身后的程怡立刻打马上前，凑到她耳边低语：夏夏来报，宋姨娘请求见您。听了程一的汇报，沈燕安一改焦躁，语气不耐，告诉他今日本王大婚，若让他跑出来坏了我的好事，本王定不轻饶。程一领命去了，队伍还在行进。我苦涩地仰头看天，没人会坏了你的好事了，沈燕安，因为我已经死了啊。新娘被他亲手带下了花轿，跨过火盆步入正堂。皇帝年迈，没有出席，只派了贴身大总管扶来到场，以示恩宠。婚宴进展得很顺利，许多世家贵族都前来观礼，无一不赞叹两人的郎才女貌。我在旁听得犯了困，正要离开，却听到沈燕安吩咐下人：来人，去把宋姨娘请来，给主母敬茶，一副施恩的模样。一瞬间，气氛有些尴尬。许多人是知道我和沈燕安之间的事的，知道我这个前大将军之女，曾是他的未婚妻，如今却成了他的妾室。渐渐的，周遭响起窃窃私语声。我也来了兴致，不走了。刚还让我老实点，这会怎么又变了副面孔了？而且我也想看看沈燕安知道我的死讯后会是什么表情。这时，新娘子盖头还没掀，颇有些慌乱地拽住了沈燕安的衣袖，贴心道：王爷不用着急帮亲染立威的。沈燕安软下神色，
在他手背上轻捏。清染莫怕，你是主母，自然是要立威的。柳清染故作羞涩地低下头，我却看到他骤然扭曲的五官，还挺吓人的。我转开眼睛，不再看他。下人很快便去了，却迟迟没有回来。等待的时间里，沈燕安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看了程一眼。程一领命，悄然退了出去，却也过了许久才回来。刚回来，就沉着脸跪在了地上。王爷，宋姨娘重病在床，无法过来。她撒谎了。我诧异地看向程一，果然见他双拳紧握，背脊颤抖。我心中有些了然，怕是大婚之日有人去世，怕晦气，倒也能理解。可沈燕安听了却暴跳如雷，顺手捞过侍女手中热茶，直接砸到程一额头。茶水滚烫，程一并未避让。无视宾客的低呼，沈燕安咬着牙怒骂：没用的东西，连个人都请不动。而程一的额头很快冒出鲜血，成婚当天见血是很不吉利的一件事。就连一向端庄的柳清染都被吓了一跳，娇弱惊呼：王爷！沈燕安顺势就将他搂入怀中，低声安慰：别怕，本王在呢。王爷！程毅还要开口再说什么，却被沈燕安打断：自去领罚吧，换个人再去请，绑也要把他给我绑过来。一时间，王府下人纷纷变了脸色。沈燕安恍若未觉，可他这样已经让柳家人的脸面挂不住了。当即就有人出声提醒：安王爷，切莫因为不相干之人误了吉时啊。这番话说的隐晦，在场的人都人惊似的，内心了然。若沈燕安坚持要将一个区区姨娘绑来，那便是当着京城众多世家大族的面，下了柳家的脸面，而柳家的背后是承房银和宫里圣宠的柳贵妃。我自然是晓得，他不可能为了羞辱我而得罪他们。果然，他满脸的暴虐顿收，随即变脸似的换上和煦的笑。对，为了低贱之人误了吉时就不好了，大婚继续。我自嘲，原来在他的眼中，左不过一个低贱之人。正堂热闹非凡，我飘得高，眼尖的看到守在角门边的夏夏。他看到程一走过去，双眼发亮，期待的小跑几步。当看到他额头凝固的鲜血后，踌躇着停在3步以外。程护卫，你受伤了？王爷他……程一别看眼，摇头。王爷他在忙，等得了贤惠安置宋姨娘的。他说的干涩，怕是连自己都不信。如今天气炎热，尸体根本等不了那么久。夏夏煞白的脸上淌下几行泪，朝他行了一礼。明知是自欺欺人，却还是开口请求。好，程护卫，王爷那边还烦请你提醒着，莫要忘了这件事。奴婢就先回去守着姨娘了。夏夏性子懦，从我进入王府时便跟着我，如今肯为我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然不容易。我本想跟着他一起回去冷河院的，身后却传来欢呼声。我转身望去，正看到沈燕安和柳清染行完夫妻之礼，准备送入洞房了。我和他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那一刻，我甚至以为他看的人是我。不过，他很快收回视线，动身往婚房去，我也不由自主跟了上去。从掀盖头环节开始，沈燕安就开始有些不对劲。他神色游离，喝交杯酒时更是丝毫没有顾及新娘，仰头一饮而尽。柳清染的脸色微微变了变，最后还是选择忍耐下来。我坐在窗边，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在喜婆的声声祝福中，思绪被拉远。我和沈燕安其实也是喝过交杯酒，拜过天地的。10年前，父亲以叛国罪被押入大牢，宋府男丁充当苦力，女子已婚配的送去军营，未曾婚配的纳入教坊司，充当官妓。我进入教坊司的第1晚，就有人指明要我接客。曾经的大将军嫡女一朝从云端跌落，有的是人上赶着沾染。那天我割断绳索，准备逃的，却在半路被沈燕安的人给拦住，请入房中。天边最后一弯明月也被乌云遮盖，昏暗的烛光中，他神色晦暗。他用食指掐着我的下颚，迫使我抬头去看他。嫣儿，只要你乖乖在此地为我打探情报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烛光下，他端来酒杯，与我交颈而饮，许下珍重诺言。床榻上，
他将我捧在手心，赞我是举世难见的明珠，洁白无染。我便犹如溺水之人寻到浮木，甘愿为之驱使。以至于后来，我从教方司脱身没几年，他又将我送入青楼，还亲手送上别人的床榻，令我受尽折辱。本王还有事，你先安歇了吧。沈燕安寡淡的嗓音响起，我朝屋中看去，只余他们2人。柳青染似乎没想到大婚之日他会让自己独守空房，开口时仍带着不可置信。王爷。沈燕安走得匆忙，半个身子已经跨到门外，闻声没有任何停顿，径直出了房门。我回头看向柳青染，却看到他侧着身，恨恨举拳砸向被褥。我心中震动不已，我竟从未发现柳青染的侧面实在是太像一个人了。我和他，一个是大将军之女，一个是城防营9门提督之女，还同时期就互相看不顺眼，只因我们都心悦沈燕安。而我抢先定下婚约，他因为此事明里暗里没少给我使绊子。若他和我一般，都只是那人替身，我不敢多想。沈燕安已经走得很远了，我只能先匆匆跟上。他走得极快，我吃力地跟在他身后。等我追着他来到一处院子，抬头望去，竟然是冷河院。他丢下新婚妻子不顾，终于良心大发来这里看我了。夏夏正在院子里清理杂草，看到沈燕安来，手中蕾丝一丢，就哭着跪了下去。王爷，您终于肯来看宋姨娘了。沈燕安皱紧眉头，盯着毫无动静的主屋，让宋嫣出来见我。夏夏哭得更大声，满目悲戚。王爷，您别怪姨娘礼仪不周，她是真的不能来给您请安了。宋姨娘她死了。我围在夏夏身旁，想伸手抱抱她，却是徒劳。沈燕安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冰冷无情。刚还说病得下不来床，如今就死了。真不愧是最卑贱的继子，无媒苟合就算了，现在还会假死争宠。他的话就像一根利刺，戳得我心肺骨头，哪哪都疼。我和他本也是合过8字，行过3书6礼的，在他眼里竟不过是无媒苟合，当真可笑。夏夏哭得不能自已，一下下地朝他磕头。地面虽有杂草，可耐不住这真心实意的磕法，很快他的额头便通红一片。我看得心痛，也跟着落下泪来。可沈燕安依旧不松口，如今本王站在这里了，他又玩什么欲擒故纵？他对我没有丝毫的信任，我心中涌起悲凉。王爷，姨娘真的死了，您就给她体面，让她入土为安吧。再放下去，尸体就要臭了啊！奴婢求求您了。夏夏的哀求让闻者落泪，但我早就知晓沈延安是没有心的。当年我随他去北域督军，沈延安是魏朝战神，本不用我陪着的，可他还是让我去了。隆冬腊月，他让我穿着纱裙为将士跳舞助兴，我光着脚，忍下眼眶中汹涌的羞耻和浑身冰冷，在帐外为他们跳了一舞又一舞，直到其中一个将士醉了酒，兽性大发冲上来，扛了我就要去帐中。沈燕安直接拔刀砍了他，丝毫未顾及我还在那人背上。我就那样狼狈地滚落在地上，鲜血夹杂着眼泪，将我彻底淹没。他将我拉入怀中，不顾我的难堪，豪迈地对众人大声道：自古英雄配美人，待诸位打赢这一仗，回到京城那日，本王自会珍馐美人静候。众将士们被他鼓舞得士气大振，而我便是那美人其中之一。后来他倒是也来哄过我，可我已经对他心死，不肯再看他。我和他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时，父亲的人找到我，道出了我宋氏一族被诬陷的秘密。若说当今圣上是杀人凶手，那么沈延安便是那个递刀的人。他心若明镜，却还是将我收入府中，用姨娘这个称呼来羞辱我。我越想越恨时，听到夏夏的惊呼。沈延安嫌恶地甩开他，留下一句：真要死了倒好，告诉他明天一早来给主母请安，若不来家法伺候。然后转身大步离开。夏夏趴在地上，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。沈燕安走得决绝，就连确认下我的死讯都懒得做。在他心中，我确实什么都不算，直到他的身影看不到了。夏夏这才抽抽噎噎地站起来，走到屋里，我也跟着他飘了进去。
他不顾自身伤痛，拿过梳篦仔细地替我装发，而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就像睡着了，只是眼皮下已经泛着青灰色。其实我和柳青然长得还是有些像的，不论眉眼，亦或是身高、头发的长短，都像极了。只不过我右眼下有一颗痣，笑起来会露出虎牙，而柳青然是大家闺秀，讲究笑不露齿。可我见过她狠毒的模样，觉得她这些年装得挺累的，而且她侧着脸装柔弱的时候，简直与我一模一样。我苦笑，可我知道沈燕安心中那人向来桀骜，偏偏不会装柔弱。夏夏这边帮我收拾好妆发，又打了水，打算给我最后擦洗一次身体。随着她的动作，我的衣袖滑落，露出干瘦枯瘪的手腕来。为了给柳青然试药，我的四肢百骸早就犹如毒瓮，除了不能视物，更是连饭都吃不下，日日咳血。若说我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能在走之前为夏夏安排一个好的归处，但我没料到，竟真的成为了遗憾。我死后第2日，天气炎热，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散发一些不好闻的味道。夏夏辰时便去了主院，静静跪在那里。沈燕安听说冷河院来人了，嘴角扯出一个得意的笑，故意和柳青然在屋内腻歪了一会儿，才相携出现。只是在看到院中只有夏夏后，冷下了神色。俩人就像没有看到有人，任他跪着，开始用早膳。桌子上摆着一碟绿豆糕，是我平日里爱吃的。柳青然却直接将绿豆糕挥到一旁，夹起一块水晶糕塞到沈燕安的口中。早晨还是吃些清淡的。好，你也吃。俩人琴瑟和鸣，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。夏夏却在这时打断了他们，她言辞悲伤，说得急，眼眶浮着泪意。宋姨娘从入府便日日为王妃试药，试药3分毒，药性入骨，日日咳血呕吐，直至双目失明，都未曾有过半分埋怨。只在死前提过一次，能不能见王爷一面，以全了这些年的情分。可王爷非但不肯见他，还正在欢喜地迎娶他人。如今宋姨娘人已经不在了，求王爷给他一个体面，莫要让他黄泉路上太过凄凉。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，他这是在挑衅王权。果然，沈燕安眉头狠狠皱在一起，下意识抬手挥开了柳青然凑在近前的手。啪的一声，柳青然的手背瞬间通红一片，他撒娇痛呼：“王爷！”我笑了，他扮柔弱时确实与我极其相似，但沈燕安如今盛怒，怕是不能怜香惜玉了。果然，他冷下神色，扶王妃回房休息，丝毫不顾他的脸面。柳青然抿着嘴角，忍了又忍，最终狠狠剜了夏夏一眼，这才不甘地回了房。沈燕安带人走了，缓缓开口，可一张嘴便是数落我的恶毒。宋嫣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本王了？装死博宠装上瘾了？真是无知蠢妇！我看到他眼中有一闪而过的杀意，那一刻他是想杀了我的。沈燕安独断惯了，不会容许任何人在他的雷区不断挑衅。过了许久，夏夏沉默着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在我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悲鸣一声，撞向石阶，求王爷给宋姨娘体面。这是夏夏倒在血泊之中后奋力喊出的最后一句话。他用生命来证明宋姨娘真的死了。可沈燕安不光不信，还让人将她扔到了乱葬岗。犹如迎春花般刚刚盛开的夏夏就这样枯萎了。我麻木地流下眼泪。沈燕安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能拿谁威胁我了。我死后第3日，沈燕安开始频繁出入花楼，她在青楼安插有暗桩。这件事只有我知晓。谣言传到府中，毫不知情的柳青然带人杀去了他的书房。没成婚的时候是没资格管，现在成婚了，自然要闹上一闹的。我很了解柳青然的脾性，不成想沈燕安不在，却给他看到了不该看的。书房里挂满了一位女子画像，她手持马鞭，骑在矮脚马上，笑容肆意，眼下一颗清晰无比的泪痣，一静一动皆和魏朝女子的娴静淡雅不同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她的书房。画上的奇装女子熟悉又陌生，跟在柳青然身后的侍女笑着恭维：王爷真是将王妃疼爱到心尖尖里了，竟然挂了这么多您的画像，日日都能看到。
柳青染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瞪着血红的眼睛砸了书房。我在旁看着他发疯，不过一个替身罢了，若非他身后是城防营，沈延安未必看得上他。如今却敢砸了他的珍重之物，怕是沈延安不会轻易放过他。世人皆说情爱会蒙蔽人的双眼，柳青然脑回路清奇地认为这话中人就是我宋嫣。砸了书房不够，还带着人杀去了冷河院。他杀气腾腾地命人推开房门，这回没有人阻拦，他上来就要扯我。贱人，给我滚下来！我躺尸3天了，身下已经有了黄色尸水。他这一扯，我半个身子从床上滑落在地，尸水糊了他整只手。柳青染尖声大叫后，这才相信我是真的死了。他派人去找沈延安禀告，我也跟了去。可沈延安始终认为我在玩什么花样，很是不耐。死了就死了，扔到乱葬岗去，给他长长教训。我笑了，也就他能说得出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来了。人都死了，还长什么教训？小厮欲言又止地离开，把话原封不动地带给柳青染。他得一急了，片刻都不敢耽搁，让人用席子将我的尸体胡乱裹了，一并扔去了乱葬岗。若非我尸臭难闻，他怕是要亲自动手，再补我2刀。倒不是他狠毒至此，换做我，他也会这么做。柳青然把动静闹得很大，不过1炷香的功夫，全京城都知晓。安王府死了个姨娘，还是最不招待见那个，以至于沈延安从花楼回去王府这一路，被各种目光洗礼。他怒极了，冲到冷河院想找我算账，可这里已经空无一人。我看着他的神色从怒气冲冲到平静，再到茫然。程颐顺势上前，王爷，宋姨娘是真的死了。他这句话似乎揭开了某种情绪的豁口。沈延安莫名就开始癫狂大笑，他先翻了桌子、椅子、被褥，到处翻找，嘴里念叨着让我出来。我觉得他倒也不是有多喜欢我，无非是我长得更像那人一些罢了。随着他的乱翻，一个木头做的盒子从床上掉落，滚到他的脚边。沈延安俯腰拾起，将其打开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人物木雕。乍一看，栩栩如生，就连眼下的泪痣都清晰无比。沈延安脱力般跪倒在地，双目失神的呢喃：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？我撇撇嘴，就猜到他会有这个反应。那里面的东西毕竟是我为他精心准备的，用的是这世间也只有巫族才会有的神木，上面刻画着一位明艳少女，赫然与沈延安书房里的画像是同一个人。我向来心知肚明，能让沈延安发疯的只有这一人，就连我也不过是因着眼下这颗与他极尽相似的泪痣罢了。20年前，世间开始流传关于巫族的故事，传说巫族因上通天听，因而人人都能通过修炼而获得长生不老。只不过传说愈演愈烈，传过最后，竟成了巫族守护着一个极其古老的秘密，那个秘密便是长生。一时间，门阀贵族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前来捕杀他们，想要得到这个秘密。巫族不得已之下，选择了避世。许多年后，一个少年意外踏入了巫族的避世之地，那位少年便是16岁的沈延安。他因着少年脾性，很快和没有防备的巫族年轻人玩在一起，特别是14岁的巫族圣女，她本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。沈延安的到来似乎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不敢宣之于口的探索之心。他陪圣女玩耍，教她识字，跟她描绘外面世界的美好有趣。于是在一个蛙鸣阵阵的午夜，沈延安带着圣女离开了避世之地，偷偷跑出去逛灯会。那天是圣女自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，她戴着狐狸面具，与沈延安在漫天孔明灯下相视而笑，两人的眼中只有彼此，时光似乎都格外的眷顾他们。那天晚上很是漫长，圣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，认为外界其实并没有族长们所说的那么可怕。待她手中拎着满满的吃食，和沈延安有说有笑地回到避世之地时，映入她眼中的是冲天的火光以及族人的哭喊。族长5岁的小儿子看到他，站起来哭着就要奔过去，却被人拦腰斩断，血沫横飞。他死前
眼中充斥着的是对圣女的依赖。那将士转身，犹如地狱恶鬼般一步一步走至近前，朝着沈燕安恭敬跪拜。安王殿下，巫族已尽数被囚，凡抵抗者，皆就地诛杀。后来，巫族圣女冲入火光中，回眸前的最后一眼，便是这木雕的模样。她在笑，眼角的泪痣妖冶晃动，却冰冷彻骨。窗外突然响起炸雷，沈燕安僵硬地转动着猩红的眸子，朝天空看了一眼，随即站起身来就往外跑。他策马狂奔，目的地赫然正是乱葬岗。天气阴沉的厉害，卷着风，我抬头瞭望，怕是有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沈燕安刚跳下马背，豆大的雨点便倾盆而下。程毅想要阻拦，抬起手却又放下，陪他一起寻找。乱葬岗臭气熏天，到处都有觅食的野狗。沈燕安也不嫌臭，弯着腰一丝丝地翻找着，我在一旁冷目旁观。人死都死了，装什么深情？很快他便找到了宋嫣的尸体。尸体在乱葬岗这么一丢，委实有些惨不忍睹，浑身似乎被野狗啃食过，没有一块好皮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沈燕安手抖得不成样子，把人一个劲地往怀里按。随着他的动作，宋嫣锁骨处的衣襟敞开，露出一条丑陋的疤。那是我当初为他抵挡刺客时最致命的伤口。我在床上养了半年之久，他却很少来探望，忙着和柳青然打成一片。偶然的一次醉酒，他闯入房中，摸着我的脸，神色晦暗。真糟糕啊，你病恹恹的模样，一点都不像他了。从那时，我便明白，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。沈燕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任程毅如何呼唤都不应。他就这样低着头，虔诚地吻在了那伤口处。我隔着雨幕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恶心得想吐。我的尸体被他带回了书房，书房里被柳青然打砸过。沈燕安将我的尸体安置好，拔刀就冲去了主屋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开心地笑了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柳青然正卸了钗环，准备歇下。突然，大门被人大力撞开，害得他惊恐大叫。待看青来人是浑身湿漉漉的沈燕安后，他强忍恐惧，还不忘贴心地埋怨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。沈燕安根本不理他，抬手就用刀尖抵住了他的眼睛。他咬牙切齿地质问：我的书房是不是你砸的？柳青然吓坏了，一害怕便什么话都敢往外说。对，是我砸的。凭什么我要做替身？明明我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可为什么你们都不爱我，偏偏都喜欢宋嫣那个贱人？我不服，我才是女主，才是气运之子。你身为男主，就是应该只爱我一人的。沉默许久的系统突然开口跟我说话了，她才是真正的穿越女。我摊开手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？你多次想要带我离开这个世界，都没能成功，还不能证明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穿越者，真正的穿越者另有其人，就是柳青然。他以为自己是来做女主的，不成想是个女配，仗着自己知晓一些剧情，便想夺了女主气运，当真没脑子。而我不过是土生土长的古人罢了。系统 emo 了，这词我还是跟他学的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妥协。你完成了你的承诺，帮我找到真正的穿越者，作为交换，我便告诉你怎么样才能杀掉男主。待他说完，柳青然已经成功惹怒了沈燕安，被他打晕，还下了禁足令。可我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些。狗系统，带着你和你的穿越者，现在就离开这里，永世不得再踏入，否则我会灭杀你们。我明显感觉系统颤抖得更加厉害了。随着一阵空间波动，柳青然彻底断了呼吸。他死了。巫族的秘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长生，而是守护这个小世界不被外来者侵入，包括所谓的穿越者。巫族圣女便是拥有这个秘密的人。所以在柳青然被送到这里来时，我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，可我没有选择当场灭杀他，而是利用他们来了个偷龙换凤，顶了他的身份，进入了真正的女主宋嫣体内。狗系统没有察觉，一直督促我完成剧情，我表面配合，实际上暗中借助安王的势力做了许多事。借沈延安的手杀柳青然便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再后来，沈燕安开始不理政事，日日守在我那臭气熏天的尸体旁。他听说城外寺庙有位得道高人，能知晓前世因果，他便匆匆带着宋嫣的尸体赶过去，却在出城的时候受到了城防营的阻拦。柳青然死在了安王府，他的大哥倒是真心疼爱他，与安王在城门口发生了争执，不慎踢断了我的手臂。沈燕安大怒，当场挥剑砍了柳青染大哥的头。城防营的九门提督痛失爱子，将事情捅到皇帝面前，也只不过不冷不淡地被安抚了一下。自此，柳家和沈燕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，而我等的便是这一天。这盘棋我下了10年，是时候结束了。我回了趟避世之地，这里还是当年的模样，断壁残垣已被湮灭在茂密的植被下，隐约不得见。追随我的部下已经等在这里，我的死讯便是他们发兵的暗号。利用秘法转移魂魄，被尘封10年的圣女原身再次站到了阳光下。我振臂高呼，这些年被魏朝欺压的小国纷纷加入，由我率军攻入京城。城防营与我里应外合，等我攻入皇城时，迎面就对上了沈燕安。他胡子拉碴，瘦了许多，不复往日光彩。许是出来的慌乱，就连头发都未修整，蓬头垢面。故人相见，我倒是冷静许多，而他却几乎拿不住佩剑。我挑眉望过去，就听到他唤了一声：“嫣儿，你没死。”宋嫣确实已经死了，这声嫣儿唤的是巫族圣女。安王爷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叫巫明嫣，不是你的什么猫狗。跟在我身后的将士哄堂大笑，他煞白着脸，摇摇欲坠，还想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我懒得理会他，反派死于话多，杀就完了。魏朝民心涣散，向来以战神自居的安王也束手就擒。这场战事结束得很快。当年魏朝皇室灭了我巫族，那我便杀了狗皇帝及其亲眷，以算仁义。而沈燕安被我囚禁了。一次朝会结束，我去牢中探望，再见，他倒是平静许多，虽然落魄，却还算整洁，就坐在那里与我对视。我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，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捅了他一刀。这一刀是为夏夏，拔出腹又捅进去，这一刀是为宋家100余口性命，然后这一刀是为了宋嫣。戾气入肉的声音伴随着他的闷哼，可他都平静地受了。下一刻，这些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他有些不可置信，可我却知道为什么。这个世界的女主已经死了，男主便是彻底的气运之子。若想他死，就必须是系统所说那样，除非他自愿，否则就连天道都无法抹杀他。巫族本就是守护这方世界平稳的，更不可能抹杀男主。我扔下匕首，在牢里转了一圈。其实，若是可以，我真的希望是我亲手了结你，可惜了，除非你自杀，否则我是不可能杀掉男主的。而你正是那个男主。沈燕安向来聪慧，柳青然口中也曾说过什么天道，什么女主，他很轻易的就明白过来，嘴角带着苦涩。嫣儿，我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说，你曾爱过我吗？我笑了，几乎直不起来腰，直到笑出眼泪，我才停下。沈燕安，也许年少的宋嫣是真心爱慕过你的。在她骤然亮起的视线中，我缓缓插刀。可在她从教方思逃跑那天，你派人去抓她，令她跌落高墙一命呜呼那刻，她就不可能再爱你。你将她亲手送入青楼折辱时，她不可能再爱你。你用她为人是药，却眼盲心瞎的看不到这是个骗局时，他不可能再爱你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你自己说，你哪里值得他爱你？我每说一句，他的脸色便白上几分。而我巫明嫣更是从不知情爱是什么。我这番话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沈燕安浑身颤抖，哑着嗓子，似哭又似乎在笑。你怎么能不知情爱呢？你怎么就不知情爱呢？嫣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。我拂袖冷漠离开。我登基的前一刻，传来了沈燕安的死讯。他用我留下的匕首抹了脖子，临死前留下遗言，是不是我受过你受过的苦，你便能原谅我？我不屑地抬头望向天空，头顶太阳初升，
一抹朝霞落在我身上，金色的朝服瞬间变得流光溢彩，高不可攀。巫族守护着这个小世界，却无人守护我巫族。那么，既如此，便由我来守护吧。乌历元年，一代女帝乌明烟祭告天地祖宗，正式登基为帝，国号明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